汉中之战，曹操和刘备双方名将如云，刘备的五虎上将，除了关羽没有参战外，张飞、赵云、马超、黄忠全部出战。曹操方面，夏侯渊、曹休、曹真、张合、徐晃、郭淮等将领也全部上阵。定军山之战更是被影视、文学、戏剧等作品描绘得精彩绝伦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黄忠痛斩夏侯渊及刘备自称汉中王。215年7月，曹军攻破阳平关，汉中已无险可守，张鲁便在严普的建议下前往了巴中。这时，黄权连忙给刘备进言说，如果失去汉中，三巴之地便会受到威胁，对于益州来说，就如同割去了大腿和臂膀一样。为今之计，只有迎接张鲁，方能解除汉中之忧。于是，刘备便以黄权为护军，前往巴中迎接张鲁。然而，等他到达巴中的时候，张鲁早已投降曹操，回到了南郑。11月，张鲁向曹操投降之后，曹操留下夏侯渊和张合等人镇守汉中，他自己则率领大军返回了邺城。曹操走后，张合数次率军进犯巴西郡，准备将巴西郡的百姓迁往汉中。夏侯渊则前去攻打武都郡的低羌部落，并缴获了谷物10余万户。面对曹军的不断侵扰，刘备派遣张飞前往阆中驻扎，迎击张合。张飞到达后，与张合对峙了50多天。之后，他率领1万精兵，从小路主动进攻驻扎在荡渠的张合。张合率兵迎击，双方在瓦口展开激战。然而，由于山路狭窄，张合的前军和后军无法相互驰援，被张飞大败。张合仅率领10余名部下放弃战马，徒步爬山逃回了南郑。巴西郡自此获得了安定。这时，法正给刘备献计说，曹操降服张鲁之后，并没有继续攻打益州，一定是邺城内部出现了变故，他才只能留下夏侯渊和张合等人镇守汉中，他自己则不得不亲自返回邺城。然而，夏侯渊和张合等人不足以守住汉中，我们应该立即发兵夺取。这样，上可以讨伐国贼，尊崇汉室；中可以蚕食雍凉2州，开拓国境；下可以固守要害，计划长远。这是天助良机，切不可失。刘备听后深表赞同，决定亲率大军攻打汉中。217年10月，他派马超、张飞、吴兰、雷同等将领率先出发，前往下边屯守，以牵制曹军的主力来源。下边即今天的甘肃省成县，他自己则亲率主力前往阳平关。曹操得知后，立即派遣曹洪、曹休和曹真率军支援汉中，其中曹洪是曹操的堂弟，曹休是曹操的侄子，曹真则是曹操的养子。218年3月，曹洪等人率军抵达了下边附近。此时驻守下边的是吴兰，张飞和马超则屯驻于固山，并且放出风声，他们准备切断曹军的后路。曹洪得知后，连忙与诸将商议，结果大多数将领都对继续进军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。这时，曹休起身说道，如果敌人真的想切断我军粮道，不应该是暗中设伏，隐蔽行动吗？可现在他们不仅不隐蔽，还大张旗鼓地让我们知道其作战计划，只能说明他们是虚张声势，使用疑兵之计。所以我军应该趁敌人尚未集结完毕之前，尽快攻打吴兰。只要吴兰被击败，张飞的疑兵便毫无意义，只能自行退走。曹洪听取了曹休的建议，立即发兵攻打吴兰。结果吴兰的部将任奎战死，吴兰则战败后逃走。吴兰败退后，张飞和马超的疑兵果然失去意义，只能跟着撤走了。曹洪的援军便顺利地进入了汉中。吴兰一直逃到阴平郡氐人的部落，结果被氐人首领强端给斩杀了，并将首级送给了曹操。因此乌兰是被氐人杀害，并不是《三国演义》里被曹彰斩杀的，因为汉中之战曹彰压根就没有参战。就这样，张飞和马超等人以失败告终。7月，刘备亲率大军到达了阳平关，夏侯渊率领着张合等将领早已在这里等候了。同时，他还派徐晃率军前往马鸣阁驻守，紧盯刘备的侧翼。于是，刘备在攻打阳平关之前，派遣部将陈氏等将领，率领着10几个营的士卒前去攻打徐晃，结果却被徐晃大败。
由于山路狭窄，蜀军无路可逃，很多人只能自投山谷，死伤无数。与此同时，张合已经率领大军到达广石，与刘备展开了激战。结果刘备无法取胜，双方只能在城下展开对峙，一直到当年年底，刘备都没有将阳平关攻破。不得已，刘备只能派人前往成都，让诸葛亮继续给汉中增兵。可诸葛亮有些犹豫，连忙召来杨洪商议。杨洪表示，汉中是益州的咽喉，没有汉中就没有蜀地，这是家门口的祸患，哪怕让男子参战，女子运送粮草都不为过，这有什么可疑虑的呢？诸葛亮听后恍然大悟，立即听从杨洪的建议，给刘备增兵。219年正月，刘备佯装从阳平关撤军，实际上却从南边的沔水渡河前往定军山，并在这里扎营。夏侯渊得知后，连忙率军前来迎击，他自己驻守在南围路角，让张合驻守在东围路角。这时，法正给刘备献计，让他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猛攻张合，这样夏侯渊必然赶来救援，到时候便可趁机攻打夏侯渊。刘备听从了法正的计谋，将万余精兵分为了10部，轮番进攻东围路角。张合身先士卒，率领亲兵奋勇抵抗。然而，由于刘备的兵力太多，久战之下，张合军逐渐出现颓势，快要抵抗不住了。夏侯渊见状，连忙分出半数的兵力前去支援张合。这时，刘备派人前往走马谷，放火焚烧夏侯渊大营的鹿角。夏侯渊得知后，连忙率领着400精兵前去救火，修补鹿角。而此时，负责牵制夏侯渊的是老将黄忠，他居高临下窥视着夏侯渊的动静，见夏侯渊的兵力被调走了一半，此时又率领少量精兵准备去灭火，觉得时机已然成熟，于是立即率军向山下冲锋，与夏侯渊的精兵展开厮杀。结果夏侯渊的兵力太少，不是黄忠的对手，他本人也被黄忠给斩杀了。至此，曹军的主帅被杀，变得群龙无首，将士们慌乱不堪，开始各自逃散。夏侯渊的司马郭淮以及督军杜袭连忙收敛散卒，并且召集将领们说道：“张合将军是国家名将，连刘备都忌惮于他，现在形势紧迫，只有在张将军的指挥下，才能安定军心。”于是众人便推举张合出任主帅，军心才再次稳定了下来。此战过后，刘备认为曹军新败，只要渡过汉水前往新郑，他便可以坐镇汉中了。这时，郭淮的部下们见刘备率军前来，便对郭淮说：“现在敌众我寡，根本无法匹敌，所以我们应该在汉水边上扎营列阵，阻挡蜀军过河。”可郭淮认为，如果那样做，便是向刘备示弱，更加抵挡不住。因此，我们应该远离汉水列阵，趁刘备大军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，再突然出击，方可取胜。于是他主动率军后撤，然后远离汉水扎营。刘备率军到达汉水边上的时候，不敢贸然出击，只能在汉水边与曹军对峙。此时，曹操得知夏侯渊被杀的消息后，大为震惊，亲率大军赶往汉中救援。3月，大军到达阳平关。刘备得知后，立即在山上扎营，据险而守，与曹操展开对峙。然而，曹操此次前来，准备了数千万囊粮草，囤放在北山之上，准备与刘备打消耗战。得知情况的黄忠给赵云建议，应该趁机夺取这批军粮。于是，赵云便授予黄忠兵力，约定期限，让他率军前往北山。然而，约定的时间已过，却不见黄忠返回。赵云便带领着数十骑前去打探消息，可走到半路的时候，却遇到了曹操派出的大军，赵云只能且战且退，一直退到了自己的营寨。此时，张翼正在防守营寨，见曹操的大军杀来，准备闭门拒守。可赵云却命令他大开营门，并且让所有的士兵偃旗息鼓。曹军见状，怀疑赵云设有伏兵，不敢贸然进攻，只能引军退走。这时，赵云下令擂鼓，顿时间鼓声震天，杀声四起。赵云率领守军倾巢出击，曹军被打得措手不及，只能夺路而逃。然而，由于山路狭窄，逃跑的士兵自相践踏，坠入汉水之中，淹死者不计其数。经此一役，曹军锐气大减，而且曹操发现军营里已经开始怨声载道了，逃亡的士兵也越来越多。再加上已经到了5月份，
汉中大雨连绵，雨季如期而至。不得已，曹操只能命令各路人马陆续撤出汉中。曹军走后，刘备便迅速地平定了汉中全境。至此，持续了4年之久的汉中之战，最终以刘备的胜利而告终。同年7月，以马超为首的120余名蜀汉官员联名上书，立汉中王上表汉帝，劝刘备进位为汉中王。于是，刘备自称为汉中王，封刘禅为太子。从此，他便占据汉中，扼守巴蜀的咽喉之地，使曹操不敢轻易再来进攻巴蜀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219年5月，曹操从汉中撤兵，刘备获得了汉中之战的胜利。7月，关羽率军前去攻打襄阳和樊城。那么，此战的战果如何？孙权为何要与曹操结盟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关羽围攻樊城及孙刘联盟瓦解。汉中之战获得胜利后，刘备自称汉中王，同时任命许靖为太傅，法正为尚书令，关羽为前将军，张飞为右将军，马超为左将军，黄忠为后将军。关羽此时正在镇守江陵，当他得知黄忠与他地位相当的时候，愤怒地说道：“大丈夫岂能与老兵同列？”因此不肯接受任命。最后在费师的劝说下才醒悟过来，欣然接受了任命。之后他留下糜芳镇守江陵，傅士仁驻守公安，他自己则亲率大军前去攻打襄阳的曹仁。此时曹操刚从汉中撤兵，到达了长安，得知关羽攻打襄阳后，立即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，行征虏将军，率军前去解救曹仁。然而命令发布之后，曹植却喝得酩酊大醉，无法领兵出征，这让曹操对他非常的失望，只能另派于禁率领3万人马前去救援襄阳。于禁到达后，曹仁让他和庞德一起屯驻在樊城的北部。关羽得知后，率军前来攻打，庞德出营与其激战。当时庞德骑的是一匹白马，异常的勇猛，关羽的属下称其为白马将军，对他极为忌惮。激战过程中，关羽还被射中了前额，于是双方便展开了对峙。8月，襄阳开始下雨，而且一连下了10几天，导致汉水暴涨外溢。由于樊城北部的地势低洼，于禁和庞德的大军便遭到了洪水的冲淹。关羽见此情形，立即引军前去攻打，最终于禁投降，庞德被俘。关羽准备任用庞德为将，但遭到了庞德的拒绝，于是便将其斩杀，于禁和庞德全军覆没。之后，曹仁被关羽围困于樊城之中，吕长则被围困于襄阳，形势岌岌可危。得知关羽大胜，许都以南的诸多山贼纷纷投靠关羽，甚至连曹操任命的荆州刺史胡修以及南乡太守傅方也前来归附，许都以南全部沦陷，关羽的声势威震华夏。曹仁觉得大势已去，准备率军突围而走，可满宠劝告他说：“大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现在许都以南全部归属关羽，但关羽只是派遣将领前往夹下，并不敢继续攻打许都，就是担心我军会和许都成为犄角。如果我们现在逃走，则红河以南就尽归关羽了。将军还是再坚持一下吧。”曹仁听后便打消了逃跑的念头，准备与关羽死战。满宠将自己的白马淹死，与士兵们共同盟誓。曹仁则以必死之心宣示众人，将士们都被他俩的精神感动，决定誓死守城。就这样，曹仁仅率领数千名士兵据守樊城，可此时大水几乎淹没了整座城池，关羽又在城外围了好几层，城里与城外的音信断绝，粮食也所剩无几。消息传回长安，曹操大为震惊。由于汉献帝还在许都，距离樊城很近，为了躲避关羽的锋芒，他准备迁都到黄河以北。可司马懿和蒋济等人却极力劝阻，他们认为于禁是因为被大水所淹，所以才导致失败，并不是战略上的失误，并不影响大局。但是如果此时迁都，反而是向敌人示弱，淮河和汉水一带便人心不稳。而且刘备和孙权外戚内疏，现在关羽做大，孙权必然不安。如果我们将此事告诉孙权，让他派兵牵制关羽，则樊城之围便可解除。曹操听从了他们的建议，立即派遣使者前往江东说服孙权。
同时派遣徐晃和赵衍等人率军救援樊城，他自己则亲率大军从长安出发，回师洛阳，准备征讨关羽。徐晃率领的大多都为新兵，难以与关羽争锋，于是走到杨凌坡的时候便驻扎了下来。众将催促徐晃赶快出兵救援，可赵衍却对众将说，现在敌军已将樊城围得水泄不通，导致曹仁被隔断，不能合力破敌。如果仓促出兵，对内对外都为不利，不如让前军缓慢进军，逼近包围圈，然后暗地里派遣间谍通报曹仁，让他知道城外的救兵已到，以此来激励将士。只要他们再坚持10天，北路的援军也会赶到，到时候里应外合，敌寇一定会被打败。如果由于救援迟缓而导致失败，我愿担当责任，诸位不必担心。众将这才不再催促，赞成赵衍的计谋。此时关羽的前部军屯驻于郾城，徐晃佯装要切断蜀军后路，蜀军担心被围，只能稍营撤走，徐晃军便进驻郾城。之后他让大军步步为营，缓慢地逼近樊城，在距离关羽大军3丈的地方才开始扎营。就在徐晃和关羽对峙的时候，孙权的使者来到洛阳，带着孙权的亲笔信求见曹操。孙权表示，东吴将会派兵袭击关羽，但为了不让关羽有所防备，务必请曹操为他保密。曹操召集属下商议，董昭给曹操献计说，我们可以表面上答应孙权，实际上却故意给关羽泄露情报。这样，如果关羽得知东吴出兵后引军退走，则樊城之围就可自动解除，我方不仅获得了利益，还可以让孙权和关羽相互攻伐。要是我们保守秘密，樊城的将士便不知道外有救兵，想到粮食越来越少，会产生恐惧情绪。倘若有了其他的想法，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。曹操听从了董昭的计谋，表面上答应孙权保密，实际上却让徐晃把孙权的来信射到围城之中，以及关羽的军营。樊城的将士们得知消息后，斗志倍增，而关羽则开始犹豫不决，进退两难。不多时，曹操亲率主力到达了磨皮，即今天的河南省夹县东南，并派遣殷蜀和朱盖等12个营将士前往郾城。他们到达后，全部归徐晃指挥。此时，关羽的主力一部分屯驻于围头，一部分屯驻于泗种。徐晃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，扬言要攻打围头，实际上却在暗中攻向泗种。关羽得知泗种将要失守，亲自率领5000步骑兵前来支援。到达战场后，关羽便见到了徐晃。由于他俩人不仅是同乡，官渡之战的时候，他们作为曹操的降将，还共同击败过颜良和文丑，之前的关系非常要好。因此，俩人在战场上见面后便开始叙旧。正在这时，徐晃突然下令，得关云长首级者赏1000金。关羽连忙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徐晃回答说：“这是国家大事。”随后两军便展开激战，关羽不敌，只能退走。徐晃则率军穷追不舍，尾随着关羽的败兵，一直追到了关羽的营寨。关羽营寨的设施本来是极为严密的，外围的生蚝和鹿角有10重之多，如果想从营外强攻是极为困难的。可现在徐晃却趁着关羽大营混乱之机，冲入了关羽的军营，斩杀了蜀将胡修和傅方，一举击破了关羽的大营。关羽无奈，只能率军退往汉水以南。尽管如此，蜀军的舟船仍然占据着沔水，曹军去往襄阳的水路依然隔绝不通。就在这时，吕蒙白衣渡江，兵不血刃，便拿下了公安和江陵。关羽得知后，只能率军回去救援，樊城之围终于彻底解除。关羽退走后，曹仁便召集诸将商议，准备趁机追击关羽，并将其活捉。可赵衍却说，孙权想趁关羽处境困难的时候断其后路，然而他担心关羽回兵救援后，我军趁他们双方疲惫之机采取行动，因此才与我们合作，为我们效力。可实际上，他却打算随机应变，以观胜败。现在关羽已成为孤军，我们不能赶尽杀绝，而是应该留下他，成为孙权的心腹之患。如果我们穷追不舍，孙权就会改变想法，担心关羽被打败后，我军趁机攻打东吴，他就会为我军制造麻烦。我想魏王此时也一定在为此事深谋远虑。于是曹仁便放弃追击，
任凭关羽退走。不久之后，曹操果然派人给曹仁传令，不得追击关羽。至此，襄樊之战结束。此战不仅挫败了关羽的强大攻势，而且破坏了孙刘联盟，改变了当时的战略格局，使曹操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权。那么，东吴是如何偷袭江陵和公安的？关羽为何会败走麦城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